看到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很多散户会涨了他就把它卖掉，然后拿去补这个下跌的。了解，我懂意思。对，那就是我们讲说拔鲜花去浇杂草嘛。对，结果你会发现说那些涨的继续在涨，然后跌的继续在跌，那你的绩效当然就只能维持这个平盘之类的。那其实反而对绩效是一种妨碍。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一起打造出有选择的人生。欢迎大家在 Podcast、YouTube 和 IG 订阅跟追踪我们。大家好，散户要赢过大盘真的有机会吗？我们今天邀请到《逻辑投资》这本书的作者刘冠宏。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散户赢过大盘的机会。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啊，他认为投资有两种财可以赚，一种是时间财，就是类似定期定额，然后我们就一直投资下去；另外一种是机会财，然后像是要打败大盘，我觉得就是在机会财这件事情上面。但是真的有可能吗？不是说基金经理人这种专业的投资人他们都输给大盘，而且大部分都输哦。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冠宏请教一下，我们真的有机会打败大盘吗？是怎么做到的？不过一开始还是先请冠宏自我介绍一下。好，那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主持人好。那我是逻辑投资，我之前呢是在当这个公务员那大概在去年的时候辞职。那我在成立这个脸书粉专，就是一个投资粉专，大概是在2020年那时候，所以大概这个整个投资的时间大概就集中在2020到2026这段时间。那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就是因为之前其实就有想写书啦，因为有很多出版社来邀请，但是真的就是那时候你同时要做公务员的工作，然后晚上要做自己的投资研究，那我自己可能还有一些专栏啊、脸书要经营，这样实在是太忙了。对，那辞职之后就跟这个天下这边来合作，这样那就把这本书想写的书完成这样子。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粉专名称我叫做逻辑投资，我就是希望说我自己的每一个投资决策尽量不要是靠情绪或者说感觉这个股票会涨，凭这种感觉来去追价这样子。我希望说我的决策不管我的进场还是出场，我都是有一个脉络可循，或者说我背后有一套我自己的投资的结构在里面这样子。对，那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历练，大概就是也有摸索到一些我觉得散户投资人，因为我自己也是散户投资人那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些立场啊，或是我们的交易的一些策略，而且呢也有机会就是稳中求胜这样子。这本书叫做散户打败大盘的机会。那时候其实跟编辑讨论这个标题讨论很久，那关键我就觉得说放在机会这两个字，因为不是说看完这本书你就可以打败大盘 OK， 是有机会，对，我们就只是多一点机会那翻开这本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探讨一下那些机会是在哪里大概是这样的起心动念。那书中有写一句话我其实看了蛮惊讶，还思考了一阵子，我就原文念一下，就是散户不是比法人弱，而是没有看清楚自己有什么。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到？你自己的故事是什么？我就举我自己投资营建股来当作例子这样子。大概在2020年那时候整个台湾的预售屋也开始盛行更早期其实没这么流行预售屋这样子那预售屋开始盛行之后呢，我们就找到一套投资的逻辑在投资营建股上面。那这套逻辑就是说，这些营建股它的建案是必须在完工之后才能认列营收，特别是预售屋，对，完工之后交屋才能认列营收。那在完工之前呢，作为买方呢，我们就是缴一些这个什么头期款、对工程款之类的那最后缴尾款这样那这些钱会列在他的合约负债里面那再来就是台湾因为有实价登录所以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买卖的单价这个建案交易的状况，其实我们都查得到。也看了一些我们就是营建股的一些投资前辈的一些观点之后，我们发现到说营建股是可以来操作的那操作逻辑就是我们先透过这个实价登录的资料，大概知道这个建案的销售状况跟它的总销那你又可以推断说它大概在哪一个时间点会完工那它的营收获利其实都可以提前算出来在财报公布之前就会可能
预算一下这样子。对对对，那等到真的完工交屋之后，获利进来，股价就会上去，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一段的价差。那剩下就是比较说你的预期投资报酬率跟等待时间合不合理，它就变成是另外一个议题这样子。我在做这套策略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觉得这套很适合散户做，因为你只要多努力多认真研究，那甚至那个房子卖的好不好，你都可以去现场去考察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是我发现很多法人他们的一些研究的内容反而不见得像我们这些长期投资营建股的人来得更深入，就是因为我们甚至连建案的成本啊，还有它的一些工法之类的，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更仔细的推敲。那后来证明说，我们的预估可能比法人的报告更准确。那这个经验就告诉我说，其实散户并不是没有任何优势，因为我个人像我是读心理系出身的，我也不是，然后我也没有任何的券商研究员啊、分析师相关的一个工作经验，就单纯一个散户开始做研究去培养，那后来也真的就成功了这样子。那甚至在某些领域上面，我可以发挥比这个法人更多的优势，所以我才会说，我想在书里面探讨一下，就是说，那有没有一些是法人不太擅长的领域，或是他没办法做的机会，那我作为散户我可以去把握，然后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这样子。除了营建股这个例子以外，散户可能还有哪些优势是存在，是会比我们不要说超越法人，跟法人差不多，或是甚至我们就是比法人更有优势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是有可能的？我刚讲那个我在书里面叫做局部专业，就我们可以在特定领域去赢过这些法人的专业。那另外还有几个优势，比如说第一个叫做小资金的优势，因为法人的资金体量太大，他手上可能是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部位，所以有一些小股本，就是有些股本可能才5亿10亿的这种，那每天成交量可能才20-30张40-50张，其实法人他们会本能性的就略过这样的股票不去看，那既然没有分析师在做研究，那这种公司可能就存在着一些资讯落差，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把握的，所以书里面就谈了冷门股的一些投资的想法这样。那再来就是散户有一个叫做时间的优势，比如说很多的法人，因为他毕竟是要操盘，然后那个资金要为他带来报酬，然后再来是那个搞不好还关系到他的这个绩效奖金跟年终奖金之类的，所以他不太可能去跟长官报告说，我要买一档股票，但他3年后才会涨，他一定要买就是这一季或下一季热门的股票嘛，而且你买热门的股票，你才不用去跟长官交代说，为什么我要去选这个股票，因为这是市场的共识。反过来讲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布局一些它可能是在未来2-3年才会发酵的题材，或者说我刚刚讲这个营建股未来才会交屋，那我提前去布局，用时间来换报酬，所以我们有一些时间上的优势。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叫做自由选择的优势，就是我想投什么股票就投什么股票。因为很多法人他可能有一些 ESG 的要求啦，规模的要求啦，所以他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买，但对我们散户来讲，就是我们其实是很自由的，甚至什么新贵的股票，还有像我今年开始接触创投嘛，所以像有些未上市的股票，我们都有机会去做投资这样子，所以散户有一个自由选择，然后它的惩罚也比较少，因为惩罚就是赔钱，但对法人来讲，搞不好那个惩罚就是他失去饭碗，所以某种程度就是散户更可以拼，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压住自己的一些研究跟信念来赢得成功。倒过来讲，散户确实有一些优势，可是那散户的弱势会是什么？法人第一个他一定比较专业，专业上真的是人数好几个人在研究这个产业，对，他可能有个 team，对，他们也可以比较能够去接触到这些公司的管理层，或者是产业的其他的专门的分析师，所以我想专业上的优势，你散户真的很难竞争，因为散户最常取得资源的管道就是来自于媒体啊、社群，或者是公司的一些公开资料、法说会、年报这一些，但法人他们就是还可以去拜访公司，然后去问更多更详细的这个问题，资讯上有优势，专业上有优势，然后呢，他们的分析工具一定有优势，就是他们可能有更及时的这些什么这个爆盘的软体，及时的这个交易的这个系统，所以速度上它也有优势，所以我在书里面就有特别跟投资人去呼吁啦，就是我不觉得当冲是很适合散户交易的这个领域，因为当冲强调就是你能不能够很快的去根据资讯来做交易，
或者根据盘势来做交易。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做汤中你常常会晚人家一拍，就那个股价跌下来你才知道，你才要去找原因，但实际上人家早就都已经完成这个交易的动作，所以速度上的这个劣势也是散户需要去考虑的地方。好奇问一下，你书中有提到一个叫低效率市场的概念，然后到底什么是低效率市场？因为我觉得选对战场是很重要的，也许你在某个地方是很厉害，可是其实比如说以现在来讲，所有的高报酬的领域全部都集中在半导体、AI 相关的领域，对，那你去找了一个低效率的市场，也许你赢了，可是你并没有赢大盘，你是有获利，可是你的战场选的不对，那到底我们要去怎么判断这个低效率市场这件事情？低效率市场是一个概念，它是跟高效率市场做相对，比如说高效率市场，书里面我就有举例嘛，比如说像什么原油期货的这个交易市场，然后还有就是像什么热门像债券，有一段时间很热门的这个公债，然后再来就是像一些热门的股票，比如说台积电，像台积电这个外资分析师有30几个在盯。对啊，而且都是那种绝顶聪明，外国人、台湾人都在研究这件事情。对，然后他们可能就是盯着台积电跟相关的产业，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整个产业的资讯脉动，可能一定也都比你更敏锐这样子。不是说这个领域不能投资，也不是说散户就只能投低效率的市场，而是在高效率的市场里面，你通常比较不适合在短线去跟他们拼胜负。了解。所以投资台积电会成功的人，就我过去来看，其实是投长线的人会成功，就很多散户台积电可能就进进出出，但真的成功的是从可能2019年、2018年那时候就开始一路投资台积电到现在的，那个投资报酬率是非常可观的，那他们可以看的这个产业看得更长，你也可以从高效率市场取得成功。书里面探讨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好，那这些高效率市场我比较没办法短期分胜负，我是不是可以找这些相反的市场去做一些投资，所以我就提到说像冷门股啊，或者说现在不是在风头上的，比如说像现在传产股就很惨，那甚至很多股价可能都跌到一些10年以来的这个低点，那我其实可以反过来去从这些产业，或者说从这些跌升的股票或是交易很冷门的股票里面去找看有没有一些新的题材或机会，并不是说投冷门股或者投低效率市场你可能就会完全丧失动能，而是它的概念是你要用时间去等待，然后要去换取这个报酬。那像我们通常会习惯抓大概是1年后它这个题材有可能发酵，或者它获利有可能上修，那不管怎么样我等1年至少我还是可以等到我预期的回报这样子。那同时我可以在那个领域里面去取得我的资讯优势，我可以去拜访公司啊，还是从容的这个布局分批的买进，那我觉得这个是适合投资人去思考的一个方向。高效率市场那可能就是在风头上，什么 AI 半导体，可是因为刚刚也有提到法人会有一些劣势嘛，比如说他时间他可能就是1年就要做出怎样的绩效，所以他可能进出会比较频繁。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台积电是护国神山，3倒台湾也成了，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有更强的信念去支撑它。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台股现在已经3万多点了，已经就是对老一辈人讲就是超级高，非常高，非常贵了，就难以相信这件事情。那在这种状况下，所谓低效率市场或者是散户的优势还会存在吗？因为大家会想说，这么高，哪一天就一下就反转了？我们要把低效率市场做一个延伸，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很狭隘的去解读说，那我是不是就是投一些成交量超低的股票？但基本上或者说投一些那种跌很多的股票，那其实这是有风险的，因为成交量很低有它的原因在嘛，比如说可能公司也都不太常出来开法说会啊，或者它本来就没题材，那个跌很多的股票，那一定有它下跌的因素存在，所以并不是说你去投这个然后等久一点就会成功，就这个策略不应该是这样去做这个简化。虽然市场有一些热炒的题材，但这些题材的资金会外溢。我举个例子好了，像去年大家在炒这个记忆体的题材的时候，那不管是这个美国的美光还是台湾的南亚科，其实都涨很多。在去年12月的时候，大概我去投了旺宏这一家公司，那当时股价还没这么高啦，那当时股价大概是30到40块左右，那也在11、12月那时候投。那时候看的是什么呢？看的就是说
很多的大厂都在退出这些旧制程的东西，这个原本在做旧制程的旺宏来讲，它就等于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可它的估值可能就市场给它的股价或评价可能还是在旧的阶段，前面的记忆体前辈都已经在涨了，而且这个市场确实慢慢让出来给它了，那它会不会有一些重新评价的这个空间？所以它在当时它并不是热门的标的，但是它确实有机会受到这个资金的外溢，那后来题材确实风向也转到它身上嘛，所以它就涨了，一度真的涨了5-6倍之多这样子。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分享的是，像我自己在专栏有写过一家公司叫做六方科。那六方科呢，它其实在泰国设厂，它是做金属加工那他在去年法说会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客户有什么 Lumentum做光通讯的Fabrinet 就是也是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光通讯的这个加工。所以他就说他的客户其实就有这些光通讯，那甚至他也说光通讯是他未来的成长动能可是它股价也是就是跌得很深这样子，那也没有反映到任何光通讯的题材在它身上可是我们在看这些光通讯的股票不断的上涨的时候，那特别是他们的订单量都是翻倍在上修，比如说像 Lumentum 就说他下半年的订单已经倍增，那他到2027年的产能都已经订满了，现在要订2028年所以你可以预期它的出货量会大幅成长那这时候其实你就不一定要看它像我就会往它的上游的这些供应链或制造商去看，那时候就注意到说原来六方科它其实都有这些公开的资讯嘛，只是市场没有关注到它那后来确实股价有一些表现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散户来讲相对安全的机会，就是你不一定要去竞争因为有些东西你看不懂那你就是跟着大家冲那冲的方向对了你会赚到钱但冲的方向错了你可能就会受很重的伤那我们这边就另辟蹊径，那我们去找冷门的低效率的市场来发挥自己的优势。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很专业，比如说要从记忆体像美光他们大涨，然后想说哪些是会有外溢效应的，然后哪些还是被旧方法评价的，然后哪些跟光通讯有关现在还没轮到它，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对产业有一个相当的了解跟花时间去研究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再深入一点的话，其实我们比如说散户们可能就想要去投资一些股票，可是它进场时间相对也是蛮重要的。以记忆体来讲，那前一阵子已经涨过了，然后那现在它其实都蛮贵，可是到处都还是喊缺货。Apple 也说东西要涨价，什么东西都要涨价，什么东西都缺。那俗话说会买股票其实是徒弟，然后会卖才是师傅，但是我个人觉得买卖都很困难。那这种进场时间我们要怎么去判断首先我先讲一个观念，就是你只要买的够便宜就能治百病当然确实可是便宜好像都是事后才能知道嘛，对不对？对但对我来讲啦最优的选择当然是能够提前布局这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刚刚谈了一些方法嘛，就是说可能去找一些冷门的或者低效率的这个市场，这样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提前布局那未来等待一些题材发酵这样子那但是我们以今年来讲好了其实很多的股票可能去年在涨，今年继续涨，对，蛮多的，对，甚至最近就是这个市场上的动能非常的强，这样很多创了这个历史的天价这样子。我觉得这里就变成是你要去看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产业的供需结构。我在年初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说今年的投资主题在我来看，我觉得会是缺货跟涨价。对，就是最好我们尽量把我们的投资组合要包含到这些缺货跟涨价的部分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 CSP 不断的加大投资那台积电也说它要扩产那很多的上游也都被要求要扩产补充一下 CSP 就是像脸书大妈这种在卖云端跟 AI 的厂商对云端服务商这样子那应该说云端服务商要砸钱，对，现在就是要做算力的这个竞赛所以要疯狂的买这个 AI 加速卡，然后要来做这个 AI 资料中心所以也开始在圈地要去建这样子对那这个命令下来之后，大家这个上游的制造商就要开始就是要扩产，是对。那但是扩产不会这么快，所以变成说下游就是要货要得很急但上游不会这么快。所以某种程度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有点像2020、2021年那个时候，那时候就是货物卡在海上过不去但大家要急着要平板电脑要上视讯课对或要买笔电这样要在家上班然后变成说订单的需求就非常的强
要急单也是要的非常的急，然后就产生了各种这个缺货涨价题材。那很多公司的股价你就可能不是只有涨 50%、100%， 有时候可以涨到 200%、300%，甚至更高。那就是因为那个缺口越来越大，那报价就一直在上涨，这样。所以今年有点像这个态势。我觉得首先就是你要先理解今年可能最容易出现的投资命题，主要是因为今年初或去年底那时候确定了他们的资本支出之后，其实今年这个东西就会慢慢发酵，那甚至有些缺口都已经看到2027年这样子。那所以今年就会是做这个题材最好的时机，因为明年还会缺嘛。如果我们确定这件事情之后，那我就可以来布局，就是有没有一些是可能明年缺口会更大的。所以像2月份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ABF 载板，因为就你会发现到说过去载板都没有在扩产，但现在开始缺了，那这个缺口就会不断的加深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像玻纤布也是，玻纤布也是涨了一波，那这个缺口也是到明年会持续的增加。对，那我们如果可以去做到这个题材，那即便你是在已经涨了一大段再进场，你还是可以跟到后面的这个涨幅。最近还有一个是做了这个 SanDisk，就是 SNDK，那是美股嘛。那它跟美光不一样，它主要做的是那个 NAND Flash。对，那 NAND Flash 的概念是这样，就是说本来大家都觉得要做 DRAM， 因为 DRAM是这个 HBM 非常需要，但 HBM 良率比较低，所以吃掉了这个 DRAM 的产能，造成 DRAM 这边也不够。那这个传导链下去之后呢，大家就发现说，哇，这个产能如果拿去做 DRAM 之后，可能 NAND 这边也不太够了，这样，因为你要扩产也是需要场地需要无尘室这些，所以 NAND 也不够。但我们今年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 AI 的应用呢，产生了大量的这个存储的需求。比如说大家应该都有看什么，你是否在雪山上救了一只狐狸的这个降板鸭，对，那个片子不断的增加嘛，那你就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那个存储需求是一定要增加，你搞不好一部片就要500 M 还是1000 M 这样子。那这个存储增加就代表说，那 NAND 是会不够。所以其实在年初你那时候去投资 NAND 这个题材，搞不好它也不是只有涨今年，搞不好到明年都还有机会，就是持续的增长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个长线的趋势来做交易。买进第一个就是我要么就求早期进场，那要么就是我找一个中长线的趋势，那我尽可能的还是要去参与其中。对，我觉得买点可以是这样看。了解。我觉得刚刚那样对话就是很有第二层思维的想法，就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会怎么样，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思考训练，就是 if 这件事以后那可能会怎么发展，会很多条路径出来，那我们就来看看哪一条可能是最有可能会成为主命题。我觉得这个思考的深度其实是很够，而且你对产业的了解是蛮深入，才知道说他们之间是会有排挤效应，而且会有联动效应的。那不过我们在谈到卖股票这件事情，卖股票其实根据俗话说，卖股票更难，买的低价治百病。那卖的部分呢，有什么治百病的方法吗？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啦。如果说这是一个还在成长的产业，比如说像前几年我们讲说散热的需求越来越强，那它虽然股价中间会有波动，但是你拉长线来看，它是慢慢往上走的。那像台积电也是嘛，它晶圆代工的需求也是不断的往上增加。那如果说这是一个长期成长的需求，那我自己会觉得不用这么急着去找卖点。因为台湾就是散户都有个现象，就是说股价可能涨多少就要卖，然后赶快去找下一个会涨的标的。大家可能也被崩盘吓到了，对，要拼这个周转率这样。对。我还记得我在脸书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底下就有那个读者就是留言说，你不能够只算什么未实现损益啊，你应该要已实现的才是拿到口袋的，才是真的是你的获利，落袋为安的感觉。对，就是包括我妈妈自己也是每天这样劝我，就说你到底股票卖了没啊之类的，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一定要卖出有实现获利，那才是真的获利。但在我来看，我会觉得其实你只要抓准，就是说这个股价跟这个产业的长期趋势是向上，其实就不用太担心这个中间的波动。就像最近的伊朗战争当然最近在谈和嘛，股价也大涨但中间那个波动，其实你现在来看，反而都是创造很好的进场的这个机会。很多我们在伊朗战争前看好的这些产业，比如说载板啊之类的，其实
后面都还是走一大波，甚至记忆体虽然中间有修正，但像美光最近股价又创新高，都回来了这样。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看的产业是长线的是成长的，像光通讯今年又是光通讯元年，那即便它已经涨很多了，你也不用急着把它卖掉，除非你很有把握，就是说它是超涨，那超涨当然我们就是要获利了结，要收割这样子，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本来是做波段的，就是我本来就是抓某个题材，那我的想法就是，如果那个题材已经出现，那该砍就要砍，或是至少要卖一半之类的，就是我要把它分批停利这样子，这叫做利多已经实现了，那你后面不见有题材了，那如果大家都上车了，那也不见得会有人来接盘，那我觉得就可以顺势出场这样。更常见一种状况是说，虽然这个题材还没有真的实现，但是呢，利多已经提前反映在股价上了。那如果你认为它现在涨的就是你看的这个利多，它已经提前反映了，那我也会觉得就是可以稍微就是分批停利这样子。除非你还有看到更多新的题材在发生。如果可以把握刚那2点，其实就可以解决散户在卖出的很大一个痛点。因为很多散户就太习惯于就是那种短期交易，或是涨一点就要卖出。我看到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很多散户会涨了他就把它卖掉，然后拿去补这个下跌的。了解，我懂意思。对，那就是我们讲说拔鲜花去浇杂草嘛。对，结果你会发现说那些涨的继续在涨，然后跌的继续在跌，那你的绩效当然就只能维持这个平盘之类的。那其实反而对绩效是一种妨碍。我想请问冠宏有没有什么看错的经验？比如说我已经停利了发现它又回去了，原来我自己看错了某些地方，有没有这种经验可以分享？这个卖飞就是卖掉之后股价继续暴涨的这个经验非常多。比如说我去年有2档股票，一档叫做竹升科技，那当时我们就很看好说，因为它在台积电这边的设备渗透率有机会提升，那它有接到这个美光的订单。那你想想看，台积电跟美光这2个大厂，等于是它的客户，那它的产品又是一个很强的需求，那这些大客户都在扩产，那它势必就是会有很好的成长。大概在它150到250之间的时候，我们就陆陆续续去建仓。那当时也是看好说它有个长线的成长，也没想到股价很快就反应了，后来就涨到300、400、500，甚至更多这样子，等于市场提前反映它的利多。到后来那时候算一算，就觉得说，这个今年的获利啊，好像没这么高，市场好像提前反映到2年、3年后的这个长期成长的状况了，对，所以那时候就把它卖了。那现在竹升科技是1000多块的股票了。对对对，所以我才说第一个就是这个教训很简单嘛，就是说它如果是一个长期成长的赛道上面，那其实真的就不用急着卖，或者说你不用把它卖光啊，你就是你可以分批停利这样子。那第二个例子是创新服务，那它是做这个直升机设备。那因为我们在讲说产业里面有个叫做探针卡这样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呢会跟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测试有关。那因为现在的这个晶片越来越精密，所以他们测试的那个针脚数越来越多，制作上面也非常的困难。所以现在探针卡不只是需求增加，针脚数增加，单价增加。那所以它的这个整个产业都是往上走的。那它是做直针机，也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针很快速的就是放到它指定的这个地方，去完成这个产品的制作这样。然后它有国外的探针卡大厂来入股跟它合资这样子，所以看起来前景很好。那去年我们听法说会的时候觉得说，这家公司确实很不错，有这个题材可以来操作，它的同业都已经股价涨很多了，所以我们觉得它有个表现的空间。那不过买了之后呢，确实后来股价也有发挥嘛，可能也是涨了2倍3倍，我还记得大概到800多块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已经涨很多了这样子，那个心又来了，就是或者说你可能遇到一些市场波动，你就觉得说是不是获利了结啊，手上有现金比较安心这样。那后来就是也涨到1500对，又可以从那个价格再涨1倍，所以那个获利就会差非常多。我还是会奉劝就是投资朋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看到一个产业，而且很早期就有机会介入那不用急着停利，或者说你至少分批停利就好。对，那除非你很确定说这个利多已经实现了，没有再看到什么新的题材了，那该拿到获利就再把它拿到手就好了，这样子。我刚刚在对谈的过程中，我常常觉得冠宏对产业是非常了解一些细节啊，然后都是非常了解。那我要请教你，
你本来是念心理的嘛，你不是念半导体，也不是念电机，可是你对这些东西细节了解非常深，而且他们之间的供应关系跟替代关系都非常非常熟。比如说我们想要做学习啊，做了解，我们应该那个路径是什么？如何有办法跟你一样，就是开始了解，然后甚至能够推演未来可能的剧本的发展，你是怎么学习的？好，我大概2018、2019年那时候开始认真要做选股投资这件事情。那当时我的学习历程是，我们就尽量大量的阅读，所以投资书籍，还有一些介绍产业的，比如说记忆体啊、半导体啊这些书，或是营建股，也是那时候就是买书，回来看，这样就大量阅读，因为你要知道这些产业的故事在讲什么，然后他们一些专有名词，这些算是基础知识，然后再来是财报分析的东西，你也要懂，不然你看人家讲什么毛利率你都听不懂这样子，然后财报基础知识要有，所以这一块是大量阅读。那再来就是很多券商都会出产业的一些报告，好，那很多公司他们的法说会也会介绍他们的产品或这个产业的这个动态，那这边也是要大量的阅读。很多公司不管是年报还是公开说明书，其实它都有介绍它这个产业在做什么，那它的产品跟它上下游的关系或它关键的原物料是什么，好，那他也会分享说他的客户是谁。但其实这样子经过一段时间的陶冶之后，你就会对至少你研究这个公司跟它上下游的关系跟它的所属产业会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至少市场上在讲某个 A 点，就是这个题材出来之后，你才有机会去联想到其他的题材。那或者说你才有办法跟上这些产业圈的或者投资圈的人的讨论。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反而很像是基本的功夫。如果你这些都做完了，那再来我觉得就要设法去预估这个公司的获利。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有感兴趣的公司，我都尽量要算出它的获利来，然后算完之后，我会跟券商的报告对答案，看看说到底，哇塞，我算的哪里有错？为什么他算的比我高这么多？大家假设是哪里出问题？那他看好的理由是什么？那我需不需要修正我的想法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做有个好处是，法人会怎么看待这个产业跟公司？那他们为什么会去给这个评价啊？这个评价有没有道理？那你也会慢慢的培养出一套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不一定要都买单嘛，但是我会慢慢找到一套自己的评估的一个架构，那我就可以在我的架构里面生存，然后去做我这个适合我架构的这个交易。这样我在书里面有讲嘛，就是说我不觉得主动投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真的，听你这样讲，我也觉得真的很厉害。对，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比如说行情好的时候，你买什么都赚钱，你就会觉得投资很简单。或者说看到电视上某些老师或是网络社群有些人分享一些标股，那你买了之后就会赚钱，好像投资很简单。对。但我觉得难的地方就在于说，不要去追逐这些动能，而是你设法在这个产业的结构跟脉络里面去找到你依然觉得安全或是符合常见趋势的标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反而是散户可以去做的机会，因为你做动能，你不见得做得赢那一些主力啊，或是当冲的那一些专家这样子。但如果你是靠着知识跟基本面的分析，找到一些结构性的机会，然后勇敢的去布局，你一样可以得到属于你的这个报酬。好奇问一下，像 AI 的发生，因为 AI 就是一个什么都懂的人，那其实我也蛮常问 AI， 就是电视上新闻我看不懂的任何东西，甚至它的替代品相关的关系，我会问 AI。你会跟 AI 来讨论这些东西？AI 有帮助你把这件事看得更完整完全吗？会，因为第一个就是 AI 的资讯量跟知识量比你大太多了。对，所以基本上我现在认识的研究员跟分析师，没有人不用 AI 的。所以这个非 AI 应该是必备的。甚至我觉得 AI 是两面刃。就对会用的散户来讲，它其实某种程度它拉近了跟专业投资人之间的差距。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些你本来要大量阅读去做功课，对，现在问一下他可能给你的答案都非常非常的清楚，你不会还是要说你用小学生的程度解释给我听，他还会解释。对，他已经帮你整理好很多东西，然后供应链可能也可以帮你做一些相关的调查。那甚至呢很多东西你也不用自己看，你就喂报告给他，他也可以产出就是很专业的摘要资讯让你去理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会用的人来讲，他其实是拉近距离。那你就有机会做出一些更好的决策。但对不会用的人来讲，我觉得那个差距反而是拉得更大。
因为专业的投资人他能够找到的机会就更多了，而你可能就还是只能去看人家报牌啊，或是跟着股价做交易，对，所以我会觉得 AI 是现在投资人一定要去设法运用的工具，那特别是做主动选股的研究者，对，那像我自己的话，我通常是用在资料整理，因为像我现在会跑法说会嘛，所以有时候法说会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我会请他帮我做整理，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产品可能太专业我不懂，那我可能就会请教 AI 的想法，好，那帮助我去厘清它在这个产业里面的地位是什么，也请他帮我去延伸去寻找有没有一些是存在于上下游的机会，但因为 AI 它的训练资料毕竟就是公开的这些资讯，那甚至很多公司里面的这些内部资讯它不可能有的，那法说会它也不可能每一个都去听嘛，所以它不见得资讯量是大到可以就是回答所有问题，或是帮你找到什么投资机会，因为如果这样投资就太简单了，这样对。那但是我会觉得说它可以给你一个方向，比如说我那时候问他说，如果 CPU 开始缺货涨价，那它可能有机会传导到哪一些供应链，那可能就告诉你说载板啊、连接线啊，还有这个 CPU 插座这边之类的，这边就会有一些机会可以去看，那我就可以从这边去分析说，那哪一些是真的投资机会，还是哪一些已经涨过了，所以我觉得 AI 是蛮好的工具，蛮值得大家来做运用。人类有分系统一跟系统二思考，系统二很耗能嘛，有时候你想说我要怎么抓，就想一想就累了，然后 AI 可以帮助你说我想要从什么方向，然后让它持续的挖下去，它丢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变系统一在看，然后再跟它互动，它就会轻松很多。我觉得今天这个对谈真的是，我觉得虽然是在讲投资，但某种程度我是在听一个系统二你是怎么样去想这件事情的，我觉得收获蛮多的。我们今天谢谢冠勇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深度，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内容，谢谢你，谢谢。谢谢。